一男子51岁，1987年9月20日第一次诊断。患者说，3个月前在劳动工作之后，喝了一大口冰水，当时觉得全身出汗，身体也凉了，非常舒服。但晚上开始怕冷、发热，体温有38.3度，不停地流汗，全身又酸又沉，非常不舒服。半夜的时候，左胯开始又酸又胀又痛，并沿左侧大腿后侧、小腿外侧一直穿到脚背。吃了止痛退烧药，热度退了，疼痛也减轻了，但汗还是不停地流。第二天又开始发烧，左腿的疼痛变得更厉害，感觉沉重无力，走路都困难了。每次左腿疼痛发作前，都会先有低烧和全身不舒服的感觉，还喝了很多中药，例如独活济参汤、参痛助瘀汤，就是没有效果。现在的症状是左胯酸胀痛，沿左侧大腿后侧、小腿后外侧向脚背窜痛，脚不敢落地。患者特别强调，疼痛都是在发烧之后才发作。胃口不好，汗自己会流出来，就是说流汗与外环境和自身是否活动无关。脸色苍白，舌头颜色淡红，舌苔厚厚的、白色的，脉是浮的、弦的，感觉脉搏浮在表面，而且很紧。再按他腿上的环跳穴和承山穴，觉得痛。医生认为患者是皮肉受了风寒，身体里面已经出现闭阻的情况，使得里面的流通道路不顺畅。治疗就得疏通里面的阻力，去除外面的风寒。医生决定用古代草药处方柴胡桂枝汤为基础方来用药。药方是柴胡15克、半夏12克、黄芩10克、党参15克、黄芪二12克、桂枝15克、白芍20克、炙甘草6克、生姜3片、大枣5枚。这是1天的量。将这些药材混合熬成汤，汤汁1天分2次喝完。患者喝了第1天药，就觉得疼痛明显减轻了。第2次诊断，医生又给患者5天的药，患者喝完所有的药，症状都消失了，病完全好了。提示： 1. 独活济参汤和参痛助瘀汤是近代草药处方名称。 2. 柴胡桂枝汤是古代草药处方名称。 3. 环跳穴和承山穴，它们是中医中的专有名词。穴是中医术语，指作为气与串的节点、通道或重要枢纽的特定部位。气是中医术语，指在人体内不断循环的极为小、高度活跃的物质，这包括呼吸的气。气驱动和刺激人体各种生理活动，其运动停止意味着人的生命的终点。人体内有些物质一直存在，但却是看不见的，有些甚至只在人活着的时候才存在，例如呼吸的气。思考： 1. 病例说晚上开始发冷发热，医生没有解释，观众可以思考为什么晚上会发冷发热。 2. 疼痛是在发烧之后发作，患者重复了多次，但医生没有解释，观众想一想，疼痛在发烧之后发作与发烧同时发作，病因有什么不同呢？ 3. 患者说脚不敢落地，就是说脚不接触地，疼痛会减轻，医生没有解释，观众可以思考这是什么原因呢？ 4. 患者说3个月前，就是1987年6月，在劳动工作之后喝了一大口冰水，当时觉得全身出汗，身体也凉了，非常舒服，但晚上开始怕冷发热、流汗，全身又酸又沉，非常不舒服。第2天之后，患者再也没有说怕冷和口渴的症状，只是流汗、发热后疼痛、沉重无力。可不可以从这些症状的变化看到病因的变化呢？观众还可以思考，患者真的是晚上才开始发病的吗？